女孩被做成木乃伊，封进了3000年的棺材里，长达8年。被发现时，这木乃伊不仅皮肤弹性十足，就连身体都没经过任何防腐处理。就在法医准备进一步检查时，下一秒全网都传手机电量带70必能刷到恐怖片，说白了那是逗你玩的。其实真正的恐怖电影玄学藏在电量带8里，因为这样你就会刷到这部2026年上映的最新恐怖爽片《木乃伊》。最重要的是，它由恐怖片贴牌大师温子仁强力打造。友情提示，这是一部连鬼看了腿都发软的2级恐怖片，赶紧艾特你喜欢打野的朋友一起观看。故事发生在埃及的一个小农场里。这天，玛雅家的小女孩发现家里养的小鸟突然死了，笼子里吐的都是血。玛雅当时脸就白了，心说坏了，要出大事了。夫妻俩赶紧把孩子锁屋里，转身就跑到了后院的小金字塔那儿，打开了一个小暗门，里面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墙上全是古埃及的鬼画符，正中间就放着一口黑棺材。他俩进来就是想看看那玩意儿是不是醒了。男人吃力地摇着锁链，慢慢把棺材盖拉开了一条缝。玛雅凑过去一看，里面果然直挺挺的躺着个木乃伊。谁知就在这时，那木乃伊瞬间就坐起来了，下一秒操控着铁链咔嚓一下就把男人的下巴勾住了，直接就给吊在了半空中。合着这封印还是没守住啊。画面一转就到了咱们男主查理家。查理是个埃及记者，有着幸福的4口之家。这天女儿凯蒂在院子里玩，突然就来了个陌生女人。Layla? I'm Layla's mother.说自己是邻居好朋友雷拉的妈妈，女儿因为生病来不了，就让她来陪凯蒂玩。凯蒂这孩子也没防备就信了。那女人说要给她变魔术，紧接着就拿了个油桃给她吃。凯蒂刚接过来，女人就开始念一些听不懂的咒语，下一秒油桃里就钻出来个大虫子，还不等凯蒂反应，瞬间就钻进她嘴里。凯蒂顿时就呼吸困难，意识也逐渐开始模糊。等查理反应过来的时候，凯蒂已经被那女人掳走了。他赶紧从栏杆钻出去寻找，可眼看沙尘暴就来了。查理这时看到一个女人抱着孩子疯狂奔跑，查理也顾不上沙尘暴了，疯狂地追了上去。可追了几条街，路上早已空无一人，报警吧。结果当地警察象征性找了几天，啥用没有，竟然还怀疑是查理夫妻俩把孩子杀了骗抚恤金呢。那警察还说埃及每年都有几十个孩子失踪，他们都习惯了，还找个啥啊，差不多得了。这给查理气的差点没把警局掀了，要不是妻子大美拉着他，当时就得跟那警察干起来。这一等就是8年。查理夫妻俩带着儿子还有后来生的小女儿搬到了新墨西哥跟外婆一起住，但是他俩一直没放弃找凯蒂，还给凯蒂留着房间，每晚都给他留灯，就盼着哪天孩子能回来。结果这天他俩突然接到大使馆的电话，说女儿凯蒂找到了。夫妻俩顿时喜极而泣，足足等了8年啊！你知道这8年他们是怎么过的吗？这回终于是把孩子等回来了。原来就在几天前，埃及的东部沙漠，一架飞机从天而降，附近的小伙听到声响，立刻赶过去查看，这飞机当场摔得稀巴烂，2名驾驶员死的时候就已经死了。而奇怪的是，唯一完好无损的东西竟然是一个直挺挺插入地面的黑色棺材。于是小伙立刻将此事上报给当地的考古学家，专家们活了这么久也从未见过这种棺材。为了进一步研究，他们只能开棺查验。就当打开的瞬间，里面赫然躺着一具干瘪的尸体，全身被黑色绷带紧紧包裹。而诡异的是，尸体的皮肤竟保存得完好无损，根本没有腐烂的迹象。专家心想，这一发现一旦登上新闻，那必将轰动全世界。还不等专家仔细查看，下一秒查理这边连夜就飞去埃及，结果到了医院一看，俩人直接就懵了，这哪是他们的凯蒂啊？这孩子脸皱得跟80岁老太太似的，皮肤干得像树皮，浑身僵硬，跟个僵尸一样。但是医生却说，凯蒂的生命体征竟然比正常人还健康，心跳有力，啥毛病没有，就是缺紫外线、光还有维生素，回家养养就好了。当时还有个女警阿珍，就是当年负责凯蒂案子的，她跟夫妻俩说，装凯蒂的那棺材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警方怀疑是人贩子把孩子藏在文物里走私，这才躲过检查的。夫妻俩哪管这个啊，只要孩子回来就行，直接就把凯蒂接回家了。结果刚到家，一家人都傻了，这孩子咋变成这样了？
外婆心疼地拉着凯蒂的手，轻声给她念诵圣经。可谁知凯蒂这时突然就炸了，朝着外婆的脑袋就狠狠撞去，当场撞断了外婆的鼻子，鼻血哗哗地流。紧接着凯蒂身体极度扭曲，并且发出野兽一样的吼叫。夫妻俩见状赶紧给她打了镇静剂，这才消停。心说这孩子肯定是被关了8年，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了，也没有放在心上。结果当天晚上怪事就来了，屋里突然传来咚咚咚的敲墙声。查理赶紧去凯蒂房间查看，结果发现人竟然没了。夫妻俩疯了一样赶紧找，最后终于在儿子房间的墙夹层里找到了凯蒂。谁知这孩子白天还僵硬的跟木头似的，晚上跑得比兔子还快。夫妻俩好不容易把他堵住，结果就看见凯蒂顺手抓了个蝎子，咔嚓咔嚓就生吃了。这给夫妻俩吓完了，赶紧伸手去他嘴里抠，想把蝎子抠出来，结果抠出来的是一滩臭烘烘的黑水。转天大美和外婆想给凯蒂洗个澡，剪剪指甲，毕竟这孩子都8年没剪指甲了。结果大美剪的时候发现这指甲硬得跟石头似的，结果她一使劲，咔嚓一下直接把指甲连带着脚皮全给扯下来了。这孩子硬是一声没吭。查理听到动静赶紧上楼查看，结果发现妻子和母亲都被掀翻在地，凯蒂也跑没影了。查理赶紧去找，结果发现凯蒂满屋子的疯跑，最后发现他躲在厨房拿着一根钢棍玩命的猛戳自己腿上的伤口，这把查理吓坏了。好不容易安抚好凯蒂，查理想把女儿送到医院里观察，可妻子却把查理臭骂一顿，殊不知就是他这个决定把整个家都拖入了地狱。查理转头又发现不对劲了，他刚才收拾地毯，发现凯蒂吐的黑水把地毯都给腐蚀了，而且之前扯下来的那层皮上面竟然写着那种古埃及的鬼画符。查理当时就懵了，他也看不懂，于是赶紧拿着这玩意儿就去找考古教授，想让他帮忙翻译一下。教授一看，当时就脸色大变，说这是僧侣体古埃及的文字，我得赶紧查查，这事儿可不太对。查理回到家之后就守着凯蒂，心说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整出啥幺蛾子。结果这时候凯蒂开始磨牙，查理当时就反应过来了，这竟然是小时候教凯蒂的摩斯密码。他赶紧拿笔记录然后翻译，结果翻译出来是个名字雷拉。查理当时就明白了，这是凯蒂在给他传消息，当年掳走他的人就是叫雷拉。于是他赶紧给阿珍打电话，让他帮忙找这个叫雷拉的人。阿珍就问他，凯蒂失踪之后有没有人给你寄过信，毕竟叫雷拉的人太多了，得有线索才行。查理这才想起来，当年凯蒂失踪之后，好多人给他寄安慰信，他都没扔，全都存起来了，不敢耽误。他赶紧翻那箱子信，可这时候他光顾着翻信了，完全没注意家里的小女儿刚上完厕所，听见凯蒂的房间里有歌声。Mom? 这孩子也是没心眼，就过去听，结果凯蒂就跟他说 You're my favorite in the family. But you don't even know me. Exactly. That's why I want to know all the different things about you. Like what? Like how your little piggies taste. 小女儿吓得拔腿就跑，结果瞬间就被无形的力量定住了。紧接着凯蒂嘴里开始快速念着咒语，直接就把小女儿提溜到了半空中。家里的灯也在疯狂的闪烁，此时的小女儿已经彻底被控制了。可这时候查理并没发现异常，翻了半天的信终于找到了，那封信落款正是雷拉发德森，地址就是埃及的那个油桃农场，当年凯蒂失踪的地方刚好就有个油桃，这不就对上了吗？教授这边也把那些文字翻译出来了。查理立刻赶到教授这里，原来那根本不是什么绷带，而是个封印。那个恶魔叫纳斯马拉尼安，是个几千年前的女祭司，专门害人用来自己附身。她能控制人的心智，挑拨家人的关系，让一家人互相残杀，所以才叫家庭毁灭者。那些绷带就是封印她的咒语，只要绷带没被撕开，她就出不来。结果他们把绷带都撕了，那恶魔这时候肯定出来了。另一边，阿珍已经开车去了雷拉的农场，他敲了半天门没人应，干脆直接就闯进去了。进去就看见后院的小金字塔，还有那个暗门。他进去一看，里面的石棺没了，墙上全是鬼画符，这不就是当年封印那玩意儿的地方吗？结果他刚要出来，就碰到了回来的雷拉。
Police. Mechanic. Let me not say! 那女人拿着刀就冲过来了，阿珍没办法，抬手就给了她一枪，打在肩膀上，并没打死她。这时候雷拉的女儿，也就是那个小雷拉，看到这架势转身就跑，阿珍赶紧去追，结果一直追到悬崖边，发现那小丫头在那刨土，只见她刨出来个铁盒子，并且举了起来，意思是我不跑了。阿珍过去一看，里面是个录像带，后来她才知道这小丫头舌头被割了，只剩半截。原来啊，雷拉为了不让他说出去家族的秘密，就把他舌头割了。这孩子没办法说话，只能把真相写了下来。阿珍一看那内容，当时就吓傻了。原来雷拉家族世世代代都是封印那个恶魔的，那个恶魔叫纳斯马拉尼安，是个古埃及的女祭司，被称为家庭毁灭者，专门毁人家的。他们家族为了活命，就要不停地把这玩意儿从一个人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不然这玩意儿一旦解除封印，那么就会像瘟疫一样带来巨大灾难。可到了雷拉这一代，他不想牺牲自己的家人了，于是他就想找个外人当宿主，而且他发现越年轻的孩子当宿主，这恶魔能待的时间越长，所以他就盯上了凯蒂。当年他把虫子放进凯蒂嘴里，然后就做了仪式，把恶魔从之前的宿主身上转移到了凯蒂身上，然后把凯蒂做成木乃伊封进棺材里想运走，结果没想到飞机坠毁了，凯蒂就这么被找到了。阿珍看完当时就给查理打电话，想告诉他要出大事了。结果呢，查理正在办外婆的葬礼，根本没接电话。你说这倒霉催的咋回事呢？原来啊，外婆信上帝，她想给凯蒂驱魔，就对着凯蒂念圣经。结果凯蒂身上的这个千年老妖根本就不吃这套，当时就炸了，一口咬住外婆的手。I can make your heart stop. 外婆一脚把他踹飞，转身刚想跑，结果房门自己锁上了。最后在凯蒂的控制下，外婆活活被自己的十字架死死勒住脖子吊了起来。就在妻子赶到时，外婆已经被扔出窗外。闻到血腥味的野狼当场就把外婆的内脏给掏空了。查理回来的时候正好看见这一幕，给吓得魂儿都飞了。这时候家里的小女儿也被恶魔控制了，在学校里对着老师疯狂骂脏话，回家之后就跟疯了似的，自己拔自己的牙，结果拔了一地。殊不知这时的凯蒂已经从腐蚀的天花板上偷偷爬下来了。这边小女儿从尸体上扯出了外婆的假牙，按在了自己嘴里，上去就给了神父一炮子，打倒神父后直接扑上去就咬。众人一拥而上，才勉强控制住小女儿。而凯蒂这边更狠，他从天花板上直接跳进外婆的棺材里，疯狂地啃食外婆的尸体。给来吊唁的亲戚吓得嗷嗷叫，查理没办法，只能把凯蒂绑在椅子上。结果呢，儿子这边竟然也被控制了，一下一下用脑袋撞床角，撞得头破血流，还在那哈哈大笑。这给大美吓完了，说白了就是因为妻子不听劝，早把凯蒂送到医院也不会死这些人。就在这时候，阿珍赶过来了，她带着那个录像带，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了夫妻俩。I want to go home. I want my mommy and my daddy. 他俩看完录像带，当时就崩溃了。原来凯蒂这8年受了这么多苦，原来他们带回来的根本不是女儿，而是个那个被封印的恶魔。可就在这时候，凯蒂控制着弟弟来到房间，把他身上的绷带全撕下来了。恶魔此时彻底觉醒了，外婆也瞬间诈尸变成了活死人，从棺材里爬出来了。妻子发现不对劲儿，赶紧跑到楼上查看，可查理就像中邪一样看着电视一动不动。等查理回过神时，整个家彻底乱套了。恶魔扑过来，一口就咬在查理的脸上。被控制的儿子拿起棒球棍就要打死妻子。阿珍被外婆给盯上了，只见他吐出来个蝎子，瞬间钻进他嘴里，顺着喉咙就往里钻。这阿珍也是个狠人，忍着剧痛硬生生把这蝎子给扯了出来。大美呢，儿子被控制了，正在追杀他，他没办法，
只能给儿子打了镇静剂，这才暂时躲过一劫。楼上的查理这时突然就想到了，既然这恶魔能转移宿主，那咱就给他换个宿主不就行了？我来当这个宿主，只要能把凯蒂救回来，我啥都愿意。阿珍当时就明白了，他俩躲进房间，等恶魔扑过来的时候，查理一把就把他抱住，按在地上。阿珍就赶紧念那个转移的咒语。没一会儿，恶魔竟然真的从凯蒂身上开始转移到查理身上了。凯蒂终于恢复正常了，可查理呢，就变成了新的木乃伊，被封进了棺材里。夫妻俩本以为这下完事儿了，结果大美一想，不对啊，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总不能让查理一辈子当这个宿主吧？那早晚有一天，这恶魔还是会出来祸害人的。所以这时他就想到了雷拉，这一切不都是雷拉搞出来的吗？那凭啥我们家的人就得当这个宿主啊？所以他就跟阿珍一起去了埃及，找到了那个被关起来的雷拉。那雷拉还在那悠闲的听歌呢，根本不知道他已经大难临头了。他俩把查理推进来，然后直接就开始了那个转移的仪式，把恶魔从查理身上转移到了雷拉身上，这就叫以牙还牙。你当初把这玩意儿塞给我女儿，现在我给你塞回去，不犯毛病吧？你不是喜欢当宿主吗？那你就自己留着吧。这老娘们为了自己家害了别人一家，最后不还是回到她自己身上了？这就是报应啊！其实啊，这片子看着是恐怖片，其实讲的是人心啊。雷拉为了自己家不惜害别人，结果最后还是害了自己。而查理夫妻俩为了救女儿不惜牺牲自己，最后终于把这恶念还给了始作俑者。这就是善恶有报，只要做了啥缺德事，早晚得还回来。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听雨，关注我，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